今天咱們同樣2個足球視頻，2個 NBA 視頻。老 K NBA 的播放鏈接我放在視頻內容簡介的置頂，歡迎您點擊觀看。那麼這裡咱們先對巴薩的比賽進行分析預測，賠率和博彩市場的資金流向分析，老 K 放在會員區，因為咱們的視頻面向普通大眾，裡面也有許多未成年人，希望大家理解。首先說結論，最可能的比分2-0或3-0，巴薩獲勝。這場比賽的背景，兩隊實際上都已經踢完了第2輪，但現在是第1輪的延期。巴薩客場5-0勝了埃爾切，比爾巴鄂在主場1-3輸給塞維利亞。巴薩這邊拉菲尼亞梅開2度，菲爾明表現非常突出，新援多特蒙德的阿德耶米也取得正式比賽首球，安東尼戈登也迅速參與到球隊的進攻。但由於巴薩有大量球員一直踢到了世界杯後期，所以整個賽季開局被壓縮成8天要打3場聯賽。主教練弗里克實際上還處於一邊比賽一邊進行球員體能恢復的階段。上一場我們都看到巴塞羅那沒有傳統中鋒，把拉菲尼亞放在最前面，前場不斷的換位，對方埃爾切队主動把防線往前壓，恰好給了巴薩身後的空間，第一個球就直接來自前場的高压搶斷，所以他們就是要攻擊埃爾切留下的空間。這個模式很可能繼續成為本場的重要參考。比爾巴鄂這邊主教練泰尔奇奇的西甲正式首秀，在聖馬梅斯他們1-3輸球，這主要由於尤里貝爾奇切被罰下後，比賽的走勢明顯改變，但球隊的效率也不夠，制造機會的數量必須提高。現在傷停方面，巴薩的加維在上一場比賽右膝受到撞擊，巴薩官方檢查發現只是挫傷，不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損傷，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他預計還需要大約1周，所以不會出戰這場比賽。另外，新援大哥大羅德里已經連續完整的參加了球隊訓練。主教練今天確認，我們的計劃就是明天給羅德里一些出場的時間。那麼大家都非常期待羅德里和佩德里一起上的時候，因為羅德里經驗更豐富，是真正的領袖，2個人在一起可以幫助巴薩更好的控制球權和控制比賽節奏。另一方面，巴爾德的問題，他現在已經重新參加全隊訓練，主教練確認他會進入比赛大名單。但弗里克也連續強調，巴爾德必須100%投入球隊，必須每天努力，繼續進步。目前球員本人希望留下來，但經紀人和俱樂部之間仍然有關於轉會層面的討論，所以關於他的結果還需要再觀察。另外2名明確的傷員，弗蘭基德容仍然在進行膝蓋受傷後的個人恢復訓練，而巴爾德吉由於前十字韌帶斷裂已經完成手術，是長期的傷病號。預計巴薩的主力陣容，門將霍安加西亞，右後衛埃里克加西亞，中後衛克里斯滕森和赫拉德馬丁，左邊哈維埃斯帕特，中場貝爾納爾、佩德里、菲爾明，前場亞馬爾、拉菲尼亞、阿德耶米或者戈登。比爾巴鄂這邊呢，達尼維維安繼續缺席，他還需要幾天的個人訓練才能重新參加全隊合練，這也是一直受到了右腿內收肌傷勢的影響。另外，貝尼亞特普拉多斯出现了輕微的肌肉問題，也會缺席。還有尤里貝爾奇切的紅牌停賽。有趣的是，西班牙裁判技術委員會後來承認，第一場比赛中當時的判罰存在錯誤，但尤里貝爾奇切的停賽並沒有因此撤銷。還有就是尼克威廉斯和拉波爾特，他們在世界杯後歸隊較晚，上輪都是替補登場，但尼克的狀態據說不錯，有可能直接首發。2位主教練都是德國人。比爾巴鄂競技上賽季聯賽只排名第12，俱樂部主席公開使用了令人失望來評價整個賽季，強調球隊必須提高個人和集體的自我要求。而長期執教球隊的巴爾韋德離任後，俱樂部選擇德國人泰爾奇奇，他此前帶多特蒙德贏過德國杯，22到23賽季最後時刻錯失德甲冠軍，23到24賽季一路進入歐冠決賽。這次亮相聖馬梅斯，泰爾奇奇故意用巴斯克語說了開場白，他說自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護這家獨特俱樂部的激情和身份。的確，比爾巴鄂競技隊非常特殊，這支球隊規定只有巴斯克人或者在巴斯克當地青訓體系成長起來的球員才有資格代表俱樂部一線隊出場。在商業化極其嚴重的今天，他們100多年始終堅持這種哲學非常難得。而作為西甲聯賽的創始成員之一，自1928年開賽以來，他們和皇馬和巴薩一樣，從未從西甲降級。在人才範圍使用極度受限的情況下，這樣的成績極其罕見。而為了對抗其他對手在轉會市場動輒就要花好幾個億，比爾巴鄂是完全依靠本土青訓、薩勒馬青訓學院，還有對地域文化的極高認同感，這樣才能保持競爭力。
所以泰爾齊奇的話絕不是客套。這支球隊特殊的本土球員理念意味着新主教練首先必須讓當地人相信，一個有德國、克羅地亞背景的外籍教練能不能理解毕爾巴鄂競技的特殊性。這次上任之前，泰爾齊奇還專門去拜訪過弗里克和海因克斯。海因克斯給他的建議是，在這裡一次握手甚至比一個簽名更加重要。所以顯然，泰爾齊奇已經把俱樂部的文化看得非常重。過去曾經和他一起工作多年的斯拉文·比利奇曾經總結泰爾齊奇足球的特點是強度高，充滿着能量，充滿競爭性和激情，想要控球，想要攻擊對手，同時要求球隊緊湊，組織嚴密，非常重視戰術細節和自動化的配合。所以這一支新的球隊仍然會強調前場壓迫，要咬住对手，要進行高強度比賽。球員方面，他們的头號球星尼克·威廉斯，過去1個多賽季，他一直受到恥骨疼痛的困擾，這是他職業生涯最艱難的一年，而且這個問題持續了約1年半。但最後他趕上了世界杯，並且在決賽中參與制造了西班牙加時賽的制勝機會，最終成為世界杯冠軍。所以他從低谷中恢復走過來，趕上世界杯又成為冠軍，現在回到俱樂部要重新證明自己。尼克·威廉斯的故事，他跟自己的哥哥伊尼亞基·威廉斯都同時效力於這支球隊。哥哥伊尼亞基就出生在毕爾巴鄂，尼克後來出生在潘普洛納。這次世界杯奪冠以後，哥哥寫給弟弟的公開信非常有分量。他認為尼克的成功不僅屬於他們一家人，也會讓許多像他們的父母當年那樣離開家鄉尋找新生活的移民家庭看到希望。過去的幾個轉會窗，尼克和巴塞羅那長期聯繫在一起，他也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壓力，但最終選擇長期留在畢爾巴鄂，並且續約到了2035年。所以他每次面對巴薩都不只是普通的強對話。那麼這場比賽，一個保持健康的尼克·威廉斯依然是全世界威脅最大的左邊鋒之一，而另一位容易被低估的關鍵人物奧伊漢·桑切特，年輕的時候他遭遇過嚴重的膝傷，前十字韌帶斷裂，1年之後他才完成在畢爾巴鄂一線隊首秀。當時2019年8月16日，對手正是巴塞羅那。那場球當年畢爾巴鄂競技1-0獲勝。現在已經過去了7年，本場比賽桑切特最大的作用將是第一時間衝擊巴塞羅那中後衛身前和兩側的內部空間。好，第3位門將烏奈西蒙，他剛剛拿到26年世界杯的金手套，8場比賽7場零封，只丟了1個球，這是世界杯單届歷史上最多的零封場次。而他從22世界杯延續到26年世界杯，一度保持了約649分鐘在世界杯不丟球。所以首輪雖然俱樂部丟了3個，但不能簡單把問題歸結為門將。烏奈西蒙的性格非常特殊，他不像今天的超級球星。他來自巴斯克地區只有1000多人的小鎮穆爾吉亞，14歲加入萊薩馬隊。早年的教練就回憶，他最早給人的感覺就是安靜、穩定、安全感強。直到現在，他仍然幾乎不喜歡社交媒體，因為他很珍惜能去像希臘、意大利這種地方度假的時候，沒有人能把自己認出來的那種自由。他認為佩德里、亞馬爾、加維、尼科這樣的球星已經很難再擁有這種生活。所以在今天每個人都在經營個人品牌的足球世界裡，這樣的性格相當特別。而巴薩這邊，上一場我們已經看到了，當亞馬爾被換下的時候，一個臭屁臉，非常不開心。主教練倒是說他當時身體有些不舒服，而且把他想繼續踢的反應解釋為冠軍球員的競爭慾望。但是在第一輪比賽，亞馬爾和維尼修斯的狀態遠遠談不上最佳。這個夏天世界杯後應該主要是在放鬆去了，所以8月份、9月份甚至到10月份，什麼時候能找回最佳狀態的亞馬爾，這個問題我們持續有待觀察。另外，尤里·泰爾齊奇的紅牌，這使得亞馬爾所在的巴塞羅那的右側對方失去了主力左後衛，這對比賽的影響會非常大。所以戰術對位方面，首先就看亞馬爾所在的右路對上了畢爾巴鄂競技被迫重組的左路，對方可能用拉波爾特拉到左路，也可能直接使用阿達馬·博伊羅。但是拉波爾特剛剛從世界杯歸隊，泰爾齊奇又需要控制他的身體負荷。如果用年輕的邊衛呢，則要直接面對金球獎最大熱門亞馬爾。因此巴塞羅那右邊路不僅會讓亞馬爾拉開1對1，菲爾明、佩德里或者拉菲尼亞還可能不斷進入到右側內部空間，把對方左中衛一起拉出來。人員條件本身已經讓這一側成為關鍵。第二組對位呢，尼克的反擊對上巴塞羅那右後衛身後，另一邊幾乎就是鏡像。泰爾齊奇的足球風格強調迅速進入到前場，
而尼克最危險的能力正是在大空間裡的加速和1對1。所以如果巴薩右後衛埃里克加西亞大量前壓，尼克得到的第一條反擊線路就在這裡。特別是當巴薩高位逼搶失敗以後，中後衛和邊後衛之間的內部空間非常重要。對方桑切特也說，新的主教練要求他們要快速攻擊禁區。第三組對位佩德里加上羅德里，能不能掐掉對方第一波縱向的推進？因為兩個人在一起的價值不僅是控制球，還要防止對方獲得轉換的機會。比爾巴鄂恰恰希望第一時間能向前，桑切特和邊鋒隨後進入禁區。如果巴薩可以利用佩德里加羅德里把對方第一次傳球給壓住，那比爾巴鄂的最大速度優勢就會大幅下降。反過來，如果巴薩像对埃尔切上半場那樣搶回來球權又迅速丟掉，那比爾巴鄂的比賽會非常舒服。第四組對位沒有固定位置的拉菲尼亞，如何考驗對方的中後衛？第一輪的巴薩5個進球，我們已經看到，沒有傳統中鋒，反而讓巴薩的前場移動更頻繁。如果拉菲尼亞繼續名義上踢中鋒，實際上卻不斷回撤和橫向移動，那對方中後衛會面臨選擇：如果跟出來，身後出現空間；如果不跟，拉菲尼亞和菲爾明就能在禁區前在內部空間自由的接球打配合。而且维维安的缺陣又減少了泰尔奇奇在中後衛的選擇。好吧，這場比賽將是羅德里在巴薩正式首秀，讓我們看看羅德里加佩德里的宇宙最強中場的藍圖。更強的控球，更少的轉換失誤，更成熟的比賽控制，能不能輕易實現？書接上回，如果說在本菲卡和萊里亞的穆里尼奧還只是葡萄牙足壇一個極富野心、極有想法的新銳教練，那麼從02年1月23日到04年5月26日，在波爾圖的這個時期，就是他真正從葡萄牙名帥變成歐洲超級教練的階段。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穆里尼奧第二階段02到04的波爾圖。前面的2年半，穆里尼奧已經完成了一條今天看起來幾乎不可複製的上升曲線。接下來這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穆里尼奧第一次證明，一個主教練可以通過選人、訓練、戰術、心理控制和集體認同，主動制造一支歐洲冠軍。更重要的是，不是依靠超級球星堆出來的冠軍。02年1月，穆里尼奧接手了一個爛攤子，當時的波爾圖可糟透了，球隊在葡萄牙聯賽只排在第5位。這作為一支豪門來說，落後於葡萄牙體育、博阿維斯塔、萊里亞聯隊和本菲卡，太糟糕了。在葡萄牙杯已經出局，在歐洲冠軍聯賽第二階段小組賽同樣沒什麼希望。過去的主教練馬查多和俱樂部之間的關係已經走到盡頭。此時穆里尼奧正在萊里亞聯隊創造奇蹟，他把一支預算有限的球隊帶到了聯賽的前列，因此很早就進入了波爾圖主席達科斯塔的視野。實際上，穆里尼奧和波爾圖不是第一次相遇。我們之前說過，他年輕時作為博比·羅布森的助手在這裡工作過，所以對俱樂部環境、對城市、對管理層，甚至部分球隊的文化，他並不陌生。02年1月22日，波爾圖正式解決了馬查多的離任問題。第二天23日，38歲的少帥穆里尼奧正式成為波爾圖主教練，合同覆蓋了接下來的2年半。而他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就留下了一個後來非常有穆里尼奧味道的故事。記者問他未來的目標，他直接宣布：“我確信波爾圖下賽季會成為冠軍。”那時候，波爾圖本賽季仍然在為歐戰資格苦苦掙扎，他卻已經公開預告1年後的冠軍。於是記者們興奮了，直接把這句話做成標題。這時候的他甚至還沒有帶波爾圖踢過1場比賽。那麼他剛到球隊的時候，對波爾圖的診斷非常明確。球隊不僅成績不好，更嚴重的是存在心理上的問題。換句話說，球員已經不再真正相信自己。所以穆里尼奧沒有把自己的工作簡單稱為換個主教練，而稱作是整個換掉方法論。他的訓練方式、比賽準備、球隊紀律、心理狀態全部重新組織。這也是他後來執教生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他接管球隊以後，首先改變的往往不是陣型，而是球隊的身份認知。今年第2次入攻皇馬同樣也是如此。對於鳥叔來說，他不會每天告訴球員對手比你強，我們試試看怎麼樣。他的邏輯恰恰相反，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贏？而且這裡有個冷知識，剛剛到波爾圖的穆里尼奧公開承諾的是進攻足球。他當時明確表示，希望逐步建立一支具有主動攻擊性的球隊，甚至討論過必要的時候採用3後衛，而不是後來大眾刻板印象裡的擺大巴。他的執教真正核心一直是根據比賽需要控制最重要的区域。有時候這種控制來自於控球，有時候來自逼搶，有時候是封鎖空間，有時候才來自低位防守擺大巴。接下來1月26日，
那一天正好是他39歲生日，對手是馬里迪莫隊。波爾圖在他的帶領下摧枯拉朽，不僅擊敗了馬里迪莫，還戰勝了瓦爾金隊和本菲卡隊。新教練一上來就取得3連勝，果然是換帥如換刀啊！媒體們很快發現，過去那支顯得遲鈍混亂的球隊突然恢復了侵略性。從他上任到賽季結束，波爾圖的最後15場聯賽11勝2平2負，最後把球隊從第5帶回到第3名，拿到了下賽季的歐洲賽事資格。而與此同時，穆里尼奧終於獲得了那個最重要的東西，一個完整的夏季備賽期。02年夏天，真正屬於穆里尼奧的波爾圖開始誕生了。他終於可以有個完整的季前準備期，親自挑選球員，設計訓練，建立戰術體系。這個夏天可以說是穆里尼奧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建隊的作品。他首先確定了一批核心球員：維托爾·拜亞、里卡多·卡瓦略、科斯蒂尼亞、德科、阿列尼切夫、波斯蒂加，然後開始圍繞這些人重組陣容。過去萊里亞聯隊時期的舊將努諾·瓦倫特還有德爾萊跟隨他來到波爾圖。接着，保羅·費雷拉從塞圖巴爾勝利隊加盟，佩德羅·埃馬努埃爾從博阿維斯塔隊加盟，而馬尼切和楊考斯卡斯則從本菲卡隊加盟。其中最經典的是馬尼切，他後來成為葡萄牙國家隊核心，成為歐洲冠軍聯賽的冠軍中場。這很容易讓人以為他本來就是明星球員，但其實不是的。在加盟波爾圖投奔穆里尼奧之前，他在本菲卡的發展已經陷入困境。穆里尼奧卻認為他正是自己需要的那種中場。能跑能搶，能夠向前，能夠後插上，而且心理極其強硬。後來穆里尼奧整個職業生涯反覆出現的一種選人的邏輯，在這裡的第一次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名氣不是第一標準，戰術適配性和人格才是，尤其是心理上的強硬。另外，穆里尼奧做了一個重要決定，讓老隊長若熱科斯塔回來。過去科斯塔和前任主教練關係破裂，已經被租借到英格蘭的查爾頓競技。穆里尼奧卻非常清楚，如果要重建一支波爾圖，只靠年輕人是不夠的，必須得有人知道波爾圖這3個字到底意味着什麼。所以他親自和若热科斯塔溝通，促成老隊長的回歸。科斯塔後來也承認，和穆里尼奧的談話就是他決定回來的重要原因。多年後，穆里尼奧回憶，那一支球隊有許多年輕球員，此前甚至還沒有經歷過真正重要的歐洲比賽，沒有經歷過重要的德比戰和冠軍的爭奪。因此必須保留2-3個具有俱樂部重量級的人物。於是若热科斯塔和拜亞成為更衣室的精神支柱，這正是後來穆里尼奧著名的更衣室核心集團的早期版本。在切爾西時期，他有特里和蘭帕德，在國際米蘭則有薩內蒂、馬特拉齊等等。而更早的一個版本就是若熱科斯塔、拜亞、德科、科斯蒂尼亞。接下來穆里尼奧第一支真正建立起來的球隊究竟該怎麼踢球，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只用防守反擊4個字概括第一個階段，那2年的波爾圖其實是不準確的。德國足協學院曾經對這支球隊進行復盤，穆里尼奧最典型的結構是4後衛加3名緊湊的中場，再加德科，再加雙前鋒，也就是一種非常緊湊的菱形中場結構。防守的時候，後衛線和中場線距離非常短。穆里尼奧尤其強調保護中央區域，他的邏輯很有意思，寧可讓對手把球送到邊路去，也不要讓對手從中央穿透。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對手到了邊路，最常見的辦法對方就是傳中嘛。而波爾圖禁區裡有若熱科斯塔，有卡瓦略，這正是我們希望對手做的事。可一旦搶到球權之後就完全不同，德科和2名前鋒通常不會退得特別深，而是提前準備反擊。所以波爾圖經常出現一種極其兇猛的 transition 攻防轉換，斷球後給德科，德科給前鋒，然後就射門。在後來德國足協的戰術復盤，他們發現波爾圖很多反擊從奪回球權到完成射門，甚至只需要3-4次傳球。但如果對方收縮擺大巴，他們同樣可以耐心的組織。邊後衛保羅·費雷拉和努諾·瓦倫特負責提供寬度，馬尼切不斷衝擊內部空間，德科擁有高度的自由，前鋒們進行斜向的跑動。所以這支球隊實際上兼具有控球、逼搶、陣地進攻、邊路推進、快速轉換和低位防守。這才是穆里尼奧足球真正的起點，不是一種陣型，而是一套可以根據比賽狀態不斷切換的體系。這裡面很典型的案例就是保羅·費雷拉。後來我們切爾西的球迷非常熟悉這個小帥哥呀，但他年輕時並不是我們後來熟悉的純正的右後衛，而是更多在中場和邊路活動，是穆里尼奧把他逐漸固定成右後衛。結果短短2年之後，他從一個在葡萄牙國內並不顯眼的球員，成長為歐洲最出色的邊後衛之一，
並最終跟隨穆里尼奧前往英格蘭。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卡瓦略身上。穆里尼奧非常欣賞他的預判、速度以及上搶能力。若熱科斯塔負責經驗、身體對抗和禁區內防守，卡瓦略則可以更積極的提前出擊，兩個人形成了極強的互補。這也已經可以看到後期穆里尼奧最喜歡的中後衛搭配的邏輯，一個負責對抗，一個負責覆蓋，一個穩定，另一個主動。當我們進入02到03賽季，穆里尼奧此前的那句話，下賽季我們肯定是冠軍，開始從狂言變成現實。這一年波爾圖34輪聯賽27勝5平2負，73個進球，26個丟球，86個積分，最終領先第二名本菲卡11分，遙遙領先奪冠。在當時三分制的葡萄牙聯賽環境，86分還創了一個紀錄，所以穆里尼奧上任僅僅1年多，那個公開承諾以最好的成績兌現了。但更誇張的事情還在歐洲賽場。02到03年，波爾圖進軍歐洲聯盟杯，這是穆里尼奧第一次震動整個歐洲足壇。波爾圖必須從第一輪一路打起，整個過程經歷了華沙波洛尼亞隊2回合總比分6比2，第二輪奧地利維也納隊總比分3比0，第三輪法甲朗斯隊總比分3比1，第四輪戴尼兹利體育隊總比分8比3。而真正改變球隊心理的是1/4決賽和希臘球队帕納辛奈科斯的對決。首回合在波爾圖，穆里尼奧竟然0比1輸了球，而且第二回合必須去希臘的客場。老球迷都知道，當時帕納辛奈科斯的主場極其可怕，就算是阿森納、巴塞羅那這樣的強隊都曾在那裡吃過虧。結果德爾萊站了出來，他先在常規時間扳平總比分，又在加時賽完成第二個進球。波爾圖客場2比0取勝，總比分2比1逆轉。他們成為了第一支在那座球場的歐洲賽事中擊敗帕納辛奈科斯的客隊。這個夜晚非常重要，從這一刻開始，穆里尼奧的球員真正產生了一種後來一直伴隨他的球隊的心理：我們永遠不會死，落後並不等於被淘汰，客場也並不可怕。半決賽對陣拉齊奧，這是研究早期穆里尼奧最值得看的比賽。首回合在波爾圖，拉齊奧第5分鐘就取得領先，結果沒想到接下來發生的是一場屠殺。馬尼切扳平，德爾萊梅開二度，波斯蒂加再進一球，波爾圖4比1逆轉。當年的報道甚至形容波爾圖踢出了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的攻勢足球，拉齊奧只丟4個已經算幸運。第二回合波爾圖0比0，總比分4比1進入決賽。所以理解穆里尼奧的足球，千萬要記住一點，他從來不會為了防守而防守，當比賽應該進攻的時候，他一樣會把強隊打崩掉。03年5月21日，在西班牙塞維利亞歐聯杯決賽，對手凱爾特人。這場比賽後來被穆里尼奧自己稱為執教生涯最激烈的比賽之一。德爾萊首先幫助波爾圖取得領先，但下半場剛剛開始，對方的亨里克·拉爾森扳平，隨後阿列尼切夫再次幫助波爾圖領先，沒想到僅僅幾分鐘後，拉爾森再次頭球扳平2比2，比賽進入加時。第115分鐘，機會終於出現了。凱爾特人的門將撲球沒有處理乾淨，德爾萊衝上去完成致命一擊，3比2。這個進球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意義，因為當時比賽第一次採用全新的銀球制，和突然結束比賽的金球不同，銀球出現後，比賽還要踢完這個階段的加時。但後來無論金球制、銀球制，都因為賽事太殘酷，都已經被取消掉。結果德爾萊的進球最終成為歷史上第一支幫助球隊依靠銀球規則贏得歐洲賽事冠軍的進球。而德爾萊在整個歐洲聯盟杯打進了12個球，力壓拉爾森成為賽事最佳射手。穆里尼奧也第一次捧起歐洲冠軍獎杯，此時他只有40歲。這裡老 K 必須介紹一下凱爾特人的傳奇前鋒亨利克·拉爾森，他是瑞典足球歷史上最偉大的前鋒之一。在蘇格蘭超級聯賽，凱爾特人出場315次，轟入242個球，被球迷奉為王中之王 The King of Kings。 他2度拿到了瑞典金球獎，在03年的歐足聯50周年慶典中被評選為過去50年最偉大的瑞典球員。後來離開凱爾特人之後，他曾效力巴塞羅那，並在06年的歐冠決賽替補登場，送出2次關鍵助攻，幫助球隊逆轉拿下了歐冠。之後拉爾森還曾經短暫租借加盟了曼聯。而拉爾森有個非常有辨識度的習慣，就進球後喜歡吐出舌頭奔跑着慶祝。這個動作源於他崇拜兒時的偶像 NBA 巨星邁克爾·喬丹。這次對穆里尼奧的聯盟杯決賽，
拉爾森在決賽中2次頭球破門，將比分扳平。儘管錯失冠軍和金靴，但他在決賽中展現的恐怖級的統治力也贏得全世界的尊重。而且冷知識，在他職業生涯初期，拉爾森遭遇過極其慘重的斷腿慘劇，脛骨和腓骨嚴重骨折。當時所有人都以為他的職業生涯完蛋了，但他通過驚人的毅力恢復，並在復出後達到了更高的巔峰。2000年到01賽季，他在各項賽事狂轟了53個球，聯賽35球，一舉奪得了那一年的歐洲金靴獎。後來06年的歐冠決賽，他的2次助攻先後幫助埃托奧和貝萊蒂破門。逆轉捧杯以後，賽後阿森納的前鋒亨利感慨道：人們總在談論小羅、埃托奧，但我今天沒看到他們，我只看到了拉爾森，是他憑一己之力改變了整場比賽。07年已經將近36歲的拉爾森以短期租借的方式加盟了曼聯10個禮拜，儘管僅僅出場了13次，攻入3個球，但他頂級的無球跑位、無私的支點作用和職業素養徹底征服了更衣室。租借期滿後，他恪守了對家鄉球隊赫爾辛堡的承諾，按時離隊。福格森爵士當時極力挽留未果，後來還特意向英超聯盟申請為他補發了一枚英超的冠軍獎牌。另外，冷知識，拉爾森曾經先後3次宣布從瑞典國家隊退役，但每次大賽前，從瑞典首相到足協到全國的球迷都會發起請願活動，懇請他歸隊。他最終多次復出，連續征戰了04年歐洲杯、06年世界杯和08年歐洲杯。與此同時，他還是一個水平很高的旱地冰球選手，甚至曾經代表瑞典超級聯賽球隊出戰過職業旱地冰球比賽，還送出過得分。所以老球迷一聽拉爾森的名字，回憶就像開了閘的江水一樣源源不斷。另外，這段時間進球非常多的德爾萊，他的全名叫范德萊·費爾南德斯·席爾瓦，綽號忍者歐尼加。他是這段時間波爾圖崛起時期的頭號鋒線尖刀。德爾萊並非傳統意義上腳法絢麗的巴西前鋒，他是在葡萄牙的小球會萊里亞效力的時候被穆里尼奧發掘的。02年穆帥執教波爾圖，第一時間就把他帶到巨龍球場。德爾萊不知疲倦的奔跑，極高的戰術執行力，還有兇狠的前場就地反搶，是穆里尼奧早期戰術體系最關鍵的防守第一道閘門。後來第2年，在波爾圖衝擊歐冠冠軍的時候，德爾萊在賽季中段遭遇嚴重的膝蓋十字韌帶撕裂，外界普遍認為他已經提前賽季報銷。然而他竟然在歐冠半決賽次回合，在客場挑戰超級拉科魯尼亞的時候火線復出。不過那個故事咱們不要着急，先等一等。後來他也創了當時俄羅斯超級聯賽紀錄的轉會費，加盟莫斯科迪納摩，最後又重返葡萄牙足壇，先後效力了本菲卡還有葡萄牙體育，也成為罕見的效力過葡萄牙3巨頭的大滿貫球員。葡萄牙3巨頭：波爾圖、本菲卡、葡萄牙體育。那麼之所以葡萄牙球迷送給他一個外號叫歐尼加忍者，不僅因為他長相很幹練，更因為他在場上跑位神出鬼沒，有極強的抗擊打能力，總能在對手防線最意想不到的死角送出致命一擊。好，讓我們把思緒拉回來，在歐洲聯盟杯奪冠之後，波爾圖還有葡萄牙杯的決賽，對手偏偏是穆里尼奧的老東家萊里亞聯隊。賽前出現了意外，德爾萊在訓練中受傷，甚至一度被認為無法參加決賽，結果他卻趕上了。第63分鐘又是德爾萊，1-0，波爾圖贏得了葡萄牙杯，波爾圖奪得了葡萄牙杯。02-03賽季於是正式變成葡超聯賽加葡萄牙杯冠軍加歐洲聯盟杯冠軍的3冠王。穆里尼奧此前承諾只是我們會成為聯賽冠軍，結果最終交出的答案遠遠超過他的承諾。而真正可怕的是，穆里尼奧並沒有滿足。03年夏天，球隊又會發生一些調整。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感謝您的支持，同時也感謝您點擊觀看老 K NBA 的2個新視頻。山水有相逢，來日方長，咱們後會有期。